短短40年的建国时间，阿布达比不断创造世界第一纪录。建这个大楼，盖那个博物馆，整个城市就好像是一场超级工地秀，而背后靠的当然就是油源黑金的雄厚实力。因为近10年来，国际油价从每桶20美金飙涨到100美元，2008年甚至还一桶冲到127美金的高价。阿布达比富有的难以想象，全球最大的国家主权基金就是阿布达比，高达8750亿美金，相当于台币26兆多，比台股总市值还要高，可以买下16家台积电。如此富有的国家，人民当然也跟着发达。阿布达比的国民所得高达85800美元，是台湾的4.7倍，全世界排名第2，仅次于卢森堡。因此，阿布达比人家家户户住豪宅，平均每个人拥有3台车。在这个邦国里面，月薪8万台币就算是贫户。这是什么样的黑金帝国？黄昏的沙漠酷热渐渐消散。这一天，我们来到距离阿布达比市区2小时车程的爱因，这是当地最富饶的绿洲城，也是阿联酋国父查耶德的家乡。穆罕默德博士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第一学府 UAE 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知道我们远从台湾来，特地邀请我们到他家参观。Hi, I'm Noura. Nice to meet you. And welcome to our house. 教授3个貌美如花的女儿，打破伊斯兰妇女不得抛头露面的禁忌，破天荒面对镜头，甚至给我们更大的惊喜。你好。She's Chinese and Japanese. She knows more Japanese than Chinese. Really? Konnichiwa. Hi, konnichiwa. 精通英语，还能说中文、日文。阿布达比人教育程度高，全邦国将近99%的人都受过基本教育。因为从小到大学费全免，有的大学还会给学生1个月600阿联币，相当于台币4800元的零用金。福利如此之好，当然跟国民所得息息相关。产油最丰硕的阿布达比，平均国民所得高达85800美金，相当于年薪257万台币的高收入，是台湾的4.7倍，更高于全国平均所得，排名世界第2，仅次于卢森堡。因此，阿布达比人的生活富裕得令人羡慕。以教授的家为例，将近1000平的大庭园，阿拉伯式的鹅黄色独栋建筑里，光是客厅就有3大间，卧室包括客房有6间，餐厅2间，就连厨房都分工成3个区域。This is like a small kitchen. If you want to make some tea, some coffee, not for a cooking meal. Yeah, we have another separate one outside as a snack. Wow. So you have 3 refrigerators? Yes. 3 kitchens. 3 kitchens? And one outside. Oh, yeah, like, one outside. You can say 4 kitchens. Yeah, the outside for the frying and you know, the stuff that smells. Yeah. So we cook it outside. Most of the families in UAE does that. Yeah. And here is for the sweets and you know, normal cooking. Yeah, normal cooking. And this is for the coffee or Coffee, tea, normal stuff. if you want to make sandwich by yourself. Stuff Yeah, like here. Wow. that. No, we don't cook. We don't clean. We don't do nothing. So do you have a maid? Yeah, actually we have 3 maids 3 maids and a driver. and a driver. Yeah. So it's very common in UAE? Yes, Yeah. really common. Really common to have maids and driver. Okay, so how many cars you have? Wait. 3, 4, 5, 6. Actually, Garage. maybe 7 or 8. I'm not sure. Maybe 7 or 8. Too many.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人民就是住在这样子大门大院的豪华别墅里，但是土地是国家给的，房子是跟政府借的钱盖的，有的时候连家里的家具都是跟酋长要的。家家户户住豪宅，在高档住宅区，有时候还会看到这样高高围篱围住可以媲美皇宫的大宅院。由于进口零关税，加上汽油1公升只有约台币15元，一个人拥有2到3台车很平常，到处都可以看到台币1000万的超级跑车。بحكيها من
人人住得起豪宅，开得起进口名车，有钱到连路边公车站都有冷气可以吹。除了源源不绝的黑金财富是主因，自由开放的投资环境也带来了1兆美金巨额外资，但也吸引庞大的外籍淘金打工仔。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人口830万人，但是本国人民只有95万，占全国11%，其他全是来自185国的外籍人士。境内170万的印度人是最大族群。当地阿拉伯人意外成了少数民族，为了保障本国人民，酋长就必须像个大家长，不但要照顾人民起居，还要帮忙安排工作。My other colleagues who were with me at college, who have graduated as well, have been working in different government sectors in Abu Dhabi, including the economic department, different ministries, and we were always given the chance to be in like governmental entities. Hind 才刚从大学毕业，已经在国家影业部门当公关，90%的大公国人都像他一样进入政府机关工作，月薪20万台币起跳。剩下1成的人民，政府也超级保护，规定外资公司必须找当地人当合伙人，享有过半股权，而50人以上的公司还要提供2%的职位给大公国人民。人人有工作的结果下，在阿布达比100万台币年薪都算贫户。你的所得在1万块以下，他认为你是贫穷。1万块是我们相当台币8万台币，也就是说你所得如果是低于8万。当后政府就是说你是被应该视为受政府特别照顾的对象。那么当你要成家立业的时候，你要成家的时候，政府会拨块地给你。那另外你也会得到优惠的贷款，可以盖房子。那最高的上限是500万当地钱，也就是4000万台币。薪水优渥之外，阿布达比人早上9点上班，下午1、2点就可以下班，一年还享有59天世界最多的年假。如果想要出国进修，政府还会再给你钱。他们不经意透露，每天的这个零用金是当地钱2500块，是新台币2万元，光是零用金一箩筐让人羡慕不已的福利，人人都好像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王子公主一般过着贵族生活，但这只有阿布达比人独享。大公国完全拒绝外来移民，不让其他人种分一杯羹。因此，不管是路边工地挥汗如雨的工人，餐厅端盘子的服务生，或是计程车司机，全是外籍劳工。只有在冷气超强的 shopping mall 或是高档餐厅、咖啡馆，才会看到一群身着白袍的男士，或是戴着香奈儿的黑袍贵妇优雅现身，尽情挥洒着得天独厚的财富。特殊的人口结构让身处在沙漠的阿布达比人享尽了福利，但却也带来危机。生活周围10个人中有9个都是外国人，英语取代了阿拉伯语的实用性，大学更从2010年开始全面使用英语教学。ولكن في الحقيقة الحكومة طبعا باذلة قصارى جهدها وهكذا يعني فنحن نلاحظ أن يعني الدولة. Do you worry about, the next generation? Yes, of course, yeah. Yeah, of course, myself, I'm worried about that, yeah. Yeah, I'm really worried. Really worry. Yeah, because you know that you are like minority. Yeah. Sit down. Some haris. Haris, yeah. And this is meat with شو اسمه barley with meat mixed together, okay? 一段道地晚餐下来，我才赫然惊觉，原来自己身处在阿拉伯城市。穆罕默德教授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当西方、东方各国文化用建筑、用人口、用语言，短短数十年间迅速攻占这个沙漠渔村。当中东一点都不在中东，当阿拉伯人再也不说阿拉伯文时，这是一个国家全球化成功的象征，还是另一种文化没落的悲哀？欢迎回到《黑金帝国传奇》。上段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阿布达比展现了无比的雄心壮志，要做中东的巴黎。而在之前曾经说不做第2，要做第1名的杜拜呢，
采访团队这次重回杜拜，发现金融海啸2年半过去了，杜拜的房地产持续泡沫化，街上到处看得到招租出让的红布条。而杜拜的世界第一高楼在去年落成开幕，但是我们实际登上高塔，却发现里面的办公大楼一间都租不掉，整个杜拜的房价腰斩一半，依旧回不来。沙漠起高楼的杜拜，经济真的走向末日了吗？数百栋最摩登的新式大楼高耸林立，这里一度是21世纪之初的城市骄傲、世界奇迹。但眼前所见，招租、出让、销售，红布条高高挂，建到一半停工停摆的烂尾楼也到处都是。这是那个曾让全世界惊艳的沙漠巨星杜拜吗？世界第一高的哈利法塔在2010年初开幕时世界瞩目，但没想到在经过了1年多之后，里头的办公室竟然还是乏人问津。阳光下闪闪发亮，哈利法塔世界第一高塔，828公尺高，共160层楼。落成时的开幕烟火水舞惊艳全世界，但2008年的一场金融海啸，杜拜债务危机高达590亿美金，幸好富哥哥阿布达比及时金援200亿美金才渡过难关，但也让当时接近落成的世界最高楼杜拜塔开幕前夕临时更名成哈利法塔，而哈利发正是阿布达比酋长的名字。这一天，我们进入了这个牵动杜拜命运的最高塔。高速电梯带我们向上直冲。Hello. How are you? Welcome. Please. Thank you. Yes, please. Wow. Here is my apartment in Burj Khalifa. You can have a look. Rahim 伊朗人，从小在杜拜长大，中东的工具机大贸易商，更是杜拜地产投资家，手上房地产超过100栋。光是在哈利法塔，像这样50平大的豪华公寓，他就拥有4户。 Here I've got 4 apartments. One of these I keep it for myself, and I have 3 more which one I rent it. And this I keeping because of this Burj Khalifa is the tallest tower in the world, and it's prestige, and there's one address. That is everybody knows where I am. That's the view completely. You can have a view of the fountain. In the daytime it looks nice because of the lake, you know, and the nighttime it has got also the light and the fountain. 第一高楼的景观的确世界无敌。Rahim 在金融海啸前，每一间花了台币4000万元购买，但是08年开始，杜拜房地产价格兵败如山倒，就连保值的最高地标租金也折半。 The price actually that was at the very good time as a peak. It reached up to the 5,000 to 7,000 per square feet, and now unfortunately this price come down to the half of the price. You know, if the 50% is drop, but it's normal. It's not only here. It's not only Dubai. It's all over the world. Yes, we have to be patient. It will go up. It's no problem. Rahim 抱持着信心，但是房价却还没如他的意真的回来。 因为杜拜总人口142万，本地人只有17万人，其他近90%都是打工仔。政府原本预估会有1000万人涌进杜拜，大兴土木，但金融海啸一来，外资大撤退，杜拜市中心房价全数腰斩，有的甚至跌了7、8成。当时被称为“上帝造人，人造杜拜”的世界奇迹棕榈岛，现在除了亚特兰提斯饭店吸引人潮之外，附近别墅住宅区空着的比住的还多，快成半个无人岛。 至于另一个人造的世界岛，更因为地产商倒的倒，逃的逃，填海造陆的大工程无人接续，投资者的钱也如同快沉没的人工岛，一起掉到波斯湾里。杜拜房地产供给大过需求的浮夸气球，硬生生给吹破了，市区至少有4000间空屋沦为蚊子馆。摩登大厦构成的天际线，也如海市蜃楼般终究幻灭。 但这颗曾让全世界惊艳的沙漠巨星，难道就此陨落？答案也未必。80%的中东货物必须经过杜拜转运，
杜拜作为海空运枢纽及转口贸易的功能并未被取代。中东第一大购物中心杜拜 Mall 门庭若市，城市的活力和消费力依旧蓬勃，而且不时有新的商机注入。空中桥梁4个简体中文大字，还有两岸明星当封面，这是杜拜去年新出版的月刊。The Chinese, it's something new, which is surprising the market. 发行人 Lita 黎巴嫩籍，在杜拜生活了20年，穿着 Dolce Gabbana 的洋装，坐在他的豪宅客厅接受我们的采访。一句中文都不会讲，一个中文字都不认得，却开办中文杂志。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旅客的消费力实在让人惊艳。Dubai people called VVIP groups of Chinese. I heard that some people, for example, bought a ring for around $500,000 or a watch for $1 million. I heard these figures. I don't know how far it's true, but we heard that Chinese are asking for this. 纸醉金迷的杜拜，某种程度正好迎合了消费爆发力的大陆客，既噱头十足的帆船饭店、海底饭店、人工滑雪场、最大水族馆和黄金自动贩卖机后，杜拜今年又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在旅游设施上。因为根据官方资料，杜拜约合2兆320亿元的 GDP， 光是观光就占了32%，等于创造了6500亿台币商机。而从2007年近700万的旅游人潮，到2010年已经突破了800万人。金融危机逃走了商人，却没有吓跑旅人。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1, we have 2.3 million visitors who came to Dubai, with increasement of 16%. This number, which is, can convince the other that Dubai didn't affect in tourism industry. I can guarantee for the next year or this year, by end of this year, the number of tourists will be more even for comparable the last year 2010. 不甘做老二，坚持当第一的杜拜，显然不打算在一场金融海啸中就败下阵来。站在世界第一高楼，看世界最壮观的水舞喷泉，奢华绚丽，不可方物。阿拉伯世界曾经流传一座失落之城伊拉姆，富裕却狂妄，后来被阿拉惩罚，一夕之间城毁人亡，消失在地图上。登上世界最高塔，再看一眼这个沙漠崛起的人工奇观，杜拜会是个不败城，还是第二个被欲望之沙埋葬的伊拉姆？